你的爱好是什么？你有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如果我们可以把爱好和学习语言结合在一起，那是不是很好？大家早上好，上午好，下午好，或者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Chinese with Janita。你们还好吗？我觉得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一边学习语言。首先，第一种就是用自己已经会了的语言，或者自己在学的语言，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，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，我自己的经历。比如去年的时候，我想学习滑雪，但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滑过雪，我很害怕，所以去滑雪场之前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，我用英语和法语在 YouTube 上搜了很多视频，去学习应该怎么滑雪。所以我一边学习滑雪，一边学习了很多新的单词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，比如现在我在学习西班牙语，然后我对跳舞很感兴趣。虽然我知道我跳舞不好，我不会跳舞，我从来没有跳过舞，但是我很想学。所以最近我在看西班牙语的视频，YouTube 上有很多人教怎么跳 salsa， 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虽然我现在不会跳，但是如果以后我去拉美，我一定要学习怎么跳 salsa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比如你知道我现在在学习日语，但是我现在的日语还不太好，我的日语很初级，我才开始学日语。但是如果我的日语好一点，我可以用日语听懂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要用日语去学习画画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画画，但是我觉得画画真的很好，我特别想学习画水彩画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，所以以后我想用日语去学习画水彩画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语言和我想学的新的技能结合在一起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所以，如果你想学习一个新的运动，或者你想学习跳舞，或者你想学习，我不知道，一个新的技能，你可以用你已经会了的语言，或者你在学的语言，比如汉语，来学习这个新的技能。
如果你想说，小妮塔，我现在不想学习新的东西，那也没关系。你可以把你经常做的事情，你经常做的你喜欢的事情和语言结合起来。比如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如果你喜欢看电影，那你可以去看《Peppa Pig》小猪佩奇，就是中文的 Peppa Pig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的汉语比较初级，可以去看一些动画片，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，因为他们说的话很简单，所以可以很容易的听懂。你可以去网上找小猪佩奇的动画片。你喜欢唱歌吗？如果你喜欢唱歌，那你可以去问 ChatGPT，比如中国很受欢迎的歌手是谁？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名字，一个歌手的名字，然后去找他的歌来听。如果你喜欢他的歌，你可以学习唱他的歌，那么你也在学习汉语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的，我很喜欢他。我最喜欢的中国的歌手，我觉得是李健，因为他的歌都很安静，他的歌我觉得很美，他经常有一些跟大自然、跟爱情相关的歌，我觉得很好听。你可以去听一下他的歌，然后告诉我你喜不喜欢。比如，你喜欢做饭吗？如果你很喜欢做饭，那你可以去看一个YouTube 上的博主，他好像叫小高姐的 Magic Ingredients， 好像叫这个。他的视频很好，他是一个中国人，应该，但是他住在国外，他不住在中国，所以他在国外教大家做很多中国菜。我以前在法国的时候，经常看着他的视频做饭，所以推荐给你小高姐的视频。如果你的汉语已经很好了，在中国我们用下厨房，是一个中国的做饭的 APP， 上面没有视频，只有图片和文字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学习做中国菜，你也可以用下厨房。另外，比如你喜欢做瑜伽吗？如果你喜欢做瑜伽，你可以去找一些中国人教大家做瑜伽的视频，然后一边做瑜伽一边学中文。我做瑜伽的时候，我现在看的是英文的视频，但是我打算换成西班牙语的视频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做瑜伽
一边学习西班牙语。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很漂亮。昨天我出来散步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哇，好漂亮啊！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带你来看看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从家里出发，走了大概我不知道半个小时，然后这里有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漂亮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我们快到了，这里有很多向日葵，这个东西叫向日葵，好漂亮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视频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